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测试了一下超黄龙年限定这款底板，是个968的内置结构。测完之后啊，119元的售价确实给我们一些惊喜。你说它这个性能能达到多高的水平也不至于，但是你说119，感觉就是挺香。这就像我们买车似的，你说这个宝来它也没多好，但你说3万块钱买台宝来，那我觉得就挺香。比起超黄龙年这个底板，其实我更相信它做套胶的水平，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它是以做军工橡胶出身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它做套胶的水平是不是应该比做底板的功力更深一点。前几天正好他送给我一块套胶，是他妈应该说顶配了啊，超黄的叫尼加300，尼加300这个叫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就国家队版的，这是蓝海绵国套啊。咱们有的球友就比较好奇了啊，一直就比较抵触这种，你什么都国套，你什么都国家队特供，你说中国国家队谁用？那他这个呢还真是国家队版，因为前一段日子他签了谁呢？你是伊朗国家队啊，伊朗乒乓球国家队。那你说伊朗国家队用的能不能叫国家队版呢？他肯定得叫啊，他虽然不是中国国家队，但是你也得叫国家队版，叫这个我认为没啥毛病。这个你比如说奔腾国套，有很多都锐龙国套，是不是？那可能也签约某个国家，没有准啊，咱可能不知道内部信息。那么回到这块套胶，我贴在哪儿呢？这是一个 T 码的超水，这一块是39度2.1。我说一下这块套胶啊，国家队版2.1 39，它这个外边写的是2.15。我问了一下，我说怎么到底是2.15啊，还是2.1啊？他说我们这个国套正常就是没卖过。什么意思呢？它都没有包装壳，这个包装壳是有机版本的，就是说它这个国套分两种，也跟活双喜似的，一个叫尼奥版本，一个叫有机版本。有机版本2.15，尼奥版本是2.1带打底的啊，它这个就是一个尼奥版本的2.1，但是就没卖过。一共这批生产了150片，给伊朗队110片，然后我拿走了剩下的40片，就是39度和40度。其实最近催的比较紧，就是很多球友问我这玩意儿打的怎么样啊，能不能替代狂飙啊？其实我体验的时间不长，因为天比较热，我们球馆还没有空调，这个湿度是比较大啊，测试的可能客观性会有所影响啊。再一个就是我体验的时间确实不是很长，这个评测呢也不能叫评测了，我觉得应该叫初体验吧，叫这个词我觉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套胶呢，刚才讲了，你市面上没有卖的啊，刚才才说了，你市面买着一个，我赔你10个，这老板是说的这个意思啊，确实没有卖的。那我跟大家讲一讲打起来什么感觉。咱们球友可能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跟狂飙比到底怎么样呢？因为我是一个尼奥蓝国的忠实用户，打过这不就说多少块了，可能不计其数了，100来块肯定是有了尼奥蓝国。那说一下这个尼奥蓝国打起来跟他的感觉。首先我粘完之后看着这个胶面的感觉，可以说很像狂飙。我采访他一下，这个老板姓彭，这个彭老板他说的就是我们掌握一些为数不多的这个胶皮的这个技术啊，就是类似于狂飙的技术。其实模仿狂飙做出来的套胶很多啊，我也接触过很多，比如说像奔腾啊、国套、国特铸、锐龙9啊，这都是有点狂飙的那个风格。但是呢，差在哪儿？其实狂飙最难模仿的地方，我觉得是它的支撑和力量，就是你发上大力之后，这个尼奥蓝国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支撑和喷弹的这个力量感，奔腾、国套、国特铸啊，你是锐龙9，你都达不到啊，你没有那么大劲儿。所以说，除了狂飙以外，其他的那些替代品，你可能力量不是很大的人啊，你打起来跟狂飙，甚至有可能觉得比狂飙还好使。但是你要发力足够的时候啊，就是它这个上限距离这个尼奥蓝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这个套胶我打起来，通过这2次体验，当然时间不长啊，我先说我的主观感觉，再打一段时间之后我再补充啊，这只是刚才讲的初体验。我觉得是最接近狂飙的非狂飙产品，这句话应该能听懂，是不是啊？手感上更像一点。那么它俩的区别在哪儿？首先从声音上来讲，这个尼加300国套打起来的声音有点偏有机版的狂飙，就是它声音更脆弹，是这种感觉，脆一点，音量更高一点。狂飙的尼奥版本应该是发闷一点。那么从击球速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更快一点。
那你说支撑相比呢？我觉得这个39的支撑要比尼奥兰国的39支撑要好。那说到支撑，我就得说一说它的重量啊，因为一个重量很高，一个重量很低，你比支撑这个很不公平。这个粘完是多少克呢？因为我没有撕下来哈，这是一个蝴蝶的板面157×150，我是把它原来打底撕掉了。为什么撕打底呢？它这个打底我认为不太均匀，没有尼奥兰国均匀。你说有没有尼奥兰省均匀呢？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厚度比尼奥兰省的要明显厚，就是它这个胶水层你不用再涂胶水，直接可以往下拽下来，重量我觉得应该有个2克多这么一个水平啊。我把它这个打底层去掉了，然后我是打底2遍，刷了2遍油，干了之后我又刷了2遍无机，底板又刷了1遍无机，那就是整个的无机层数，海绵加上底板是5层，加上2遍膨胀油，重量53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裸重应该是在49克左右，要是49克左右，我觉得比尼奥兰国的40度应该是差不多。那你要比尼奥兰国的39，我觉得可能略沉一点，应该是这么一个重量水平。但是它的支撑要远好于尼奥兰国的39，就是它打起来的发力门槛，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一点尼奥兰国40，它的上限也很高。我刚才讲呢，速度比尼奥兰国要略快，但是差距在哪儿呢？我觉得抓球感更像一点有机版本的狂飙，或者是有机版本和尼奥版本之间没有尼奥兰国的吞吐感强，但是可能比有机版本的略好。就是说，以我现在长时间打尼奥兰国的人，可以无缝的衔接尼加300兰国尼奥版本的，大概就是这意思。就是你打起来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比锐龙9啊，比奔腾国套骨特柱要更接近于尼奥兰国的感受。那么说一说狂飙的缺点，在它身上有没有得到改善呢？第一点，氧化问题，我贴了大概有5-6天，现在是没有氧化。说这个使用寿命呢，因为就打2回，待定，我打一段时间之后再给大家补充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尼奥兰国经常需要刷油，你到一定时间你不刷不行，因为这刚关不久，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法回答。所以说这个寿命啊、氧化程度啊、耐打性啊，这个暂时无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的使用感受。总结一下，就是比较接近于尼奥兰国和有机兰国之间这么一个感受，比尼奥兰国速度略快，抓球感略差，基本上可以做到无缝的衔接。就是我长时间打，我换这个我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能打出点区别，但是完全可以打。这个售价最后说一下啊，我听他讲啊，这个售价是200多块钱，具体我也没太记哈，反正网络的控价就最低价现在是189，大概就是一个尼奥兰省到尼奥城省之间这么一个价格。好了，本期视频呢，简单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